25歲生日這天，江晨跪在暴雨裡撿撒了一地的外賣。下一秒，30輛勞斯萊斯封鎖長街，上百名黑衣人齊齊低頭。全程首富撐着傘走到他面前，將一張餘額300億的銀行卡交到他手中。直到那一刻，江晨才知道，眼前這位首富正是和他住了25年漏雨老屋的窮父親。而父親裝窮的理由，僅僅是25年前聽人說過，兒子要窮養。為了這句話，江晨吃了25年的苦。他出生在城南最破的棚戶區，家裡的屋頂鋪着油氈，每逢下雨，父親就把臉盆、鐵鍋和水桶擺滿床邊。冬天窗縫灌風，父子倆只能擠在一床發硬的舊棉被裡。早晨醒來，洗臉水上常結着薄冰。家裡沒有熱水器，洗澡只能燒水。沒有像樣的家具，吃飯用的木桌少了一條腿，下面墊着半塊紅磚。冰箱是鄰居淘汰的，電視從廢品站撿來，晾一會兒便滿屏雪花。那台冰箱唯一穩定的功能，就是在半夜發出拖拉機一樣的轟鳴。江晨小時候總以為家裡養了頭牛，長大後才明白，那不是牛，是壓縮機在用生命堅持上班。電視也很有脾氣，拍一下能看新聞，拍2下能看雪花，拍3下直接罷工。江建國捨不得修，每次都一本正經的拔掉插頭，聲稱電器也需要休息。於是別人家的電視1年保修，他們家的電視實行1天3修。江晨7歲開始撿瓶子，10歲學會在菜市場收攤後撿爛菜葉。別的孩子吃炸雞，他把2毛錢一個的饅頭掰成2半，早上一半，晚上一半。過生日時，父親會在白水面裡握一個雞蛋，那就是他1年裡最好的飯。父親的節儉更是到了令人敬畏的程度，一管牙膏必須捲到像餃子皮一樣薄，一塊肥皂用到最後只剩指甲蓋，還要牢牢按在新肥皂上繼續服役。家裡的塑料袋從不叫垃圾，統一叫備用物資，喝完飲料的瓶子也不能扔，因為那是江家流動資產。江晨曾經天真的認為，父親如果去管理銀行，最大的風險不是虧損，而是所有員工都得把用過的訂書釘掰直了再用一遍。初中3年，他只穿過2雙鞋，鞋底磨穿後，父親用硬紙板墊在裡面。下雨時，紙板吸飽泥水，每走一步，鞋裡都會發出聲音。高中寄宿，他捨不得吃食堂，常用開水泡冷飯。最餓的一次，他在宿舍躺了整整1天，只為少吃2頓。後來他考上大專，學費一半靠助學貸款，一半靠暑假扛水泥。同學談論球鞋時，他研究哪種膠水補鞋最牢；同學研究戀愛時，他研究食堂哪個窗口會在關門前多送半勺湯。別人青春期留下的是情書，他留下的是一沓兼職傳單和一張食堂賒賬單。江建國偶爾也會露出不符合窮人身份的破綻，他能隨口說出海外利率變化，能一眼認出財經新聞裡的企業家，還曾對一家上市公司的併購方案露出嫌棄神色。可每當江晨追問，他都會熟練地把報紙翻到背面，裝作自己只是在研究雞蛋降價2毛錢的消息。江晨從未多想，他只覺得父親雖然口袋很窮，點評首富時卻相當自信，頗有一種兜裡只剩5塊錢，心裡卻替全國富豪操碎了心的氣勢。母親早逝，父親又常年患病，江晨從沒懷疑過自己的貧窮，更沒有怨過命。他只知道父親已經拼盡全力，自己必須比別人更能吃苦。大專畢業後，他進入一家銷售公司，3個月裡，他每天第一個到，最後一個走，硬是從陌生客戶中做出全組最高業績。可慶功會上，他的方案被主管趙凱據為己有，獎金也落進了趙凱口袋。趙凱是他的同學，家裡有些關係，入職第1天便坐上主管的位置。江晨申訴後，當天就被扣上頂撞領導的罪名，趕出公司。那天下着雪，江晨抱着紙箱離開寫字樓，卡裡只剩86塊，偏偏父親又病倒，一盒藥要300多。他沒有時間委屈，當晚便租來一輛2手電動車，穿上黃色外賣服。這一送就是4年。4年裡，他在零下15度的寒風中送過藥，也在40度高溫下背着保溫箱爬過30層，被保安推搡過，被醉酒顧客扇過耳光，也被逆行汽車撞進過綠化帶。他練出了一身奇怪本領，看一眼小區大門就知道保安願不願意放行，聽一句電話語氣就能判斷顧客會不會投訴，聞一下保溫箱就能分辨裡面裝的是麻辣燙還是螺螄粉。尤其是螺螄粉，那東西不需要訂單編號，只要打開保溫箱，全小區都知道他到了。
長期爬樓還讓江辰擁有驚人的腿力，30層樓跑完，普通人想叫救護車，他只想問顧客能不能順手給個5星。可惜現實往往更幽默，他越是跑得快，平台越覺得他還有潛力，下一單便派得更遠。最嚴重的一次，他3根肋骨骨裂，右手縫了12針。住院第3天，他偷偷拔掉輸液針，重新上線接單，因為多住1天要600塊。因為父親下個月的藥還沒有着落。25歲生日這天，暴雨淹沒了半座城，江辰接到一份送往雲海金融中心的海鮮粥，配送費6塊5，顧客備注卻要求20分鐘內送上22樓。為了躲避一輛豪車，他連人帶車摔在路邊，膝蓋撞破，鮮血順着褲腿往下淌，海鮮粥也灑出小半。他拖着傷腿趕到大樓，卻被保安攔在側門。顧客不給門禁，也不肯下樓，他只能冒雨繞到貨運通道，再一口氣爬上22層。訂單最終超時3分鐘，手機立刻彈出惡意投訴，餐品灑漏，配送超時，態度惡劣，3項處罰疊加，他13個小時的收入瞬間只剩72塊3毛。顧客把海鮮粥扔在地上，包裝盒裂開，滾燙的粥濺滿江辰的褲腿。走廊裡的白領紛紛停下腳步，有人舉起手機，有人露出嘲笑。而扔掉外賣的人正是趙凱。4年過去，趙凱已經成了公司副總，他穿着昂貴西裝，身後跟着2名助理，腳上的皮鞋就抵得上江辰送半年外賣。江辰蹲在地上，一點點撿起破碎的餐盒，他不能爭執，一旦被平台封號，父親就會斷藥。趙凱從他身邊經過，故意踩住了他的手機，屏幕碎裂，裡面還亮着平台處罰通知。周圍有人認出了江辰，4年前他還是公司業績第1的新人，4年後他穿着濕透的外賣服蹲在地上。趙凱很享受這種落差，甚至特意放慢腳步，好讓更多鏡頭拍清自己的昂貴皮鞋。可他不知道，那一腳踩碎的不是江辰的未來，而是自己公司最後一條活路。江辰沒有抬頭，只把沾滿粥水的手機撿了回來。就在這時，整棟大樓突然響起整齊的腳步聲，金融中心正門全部打開，30輛黑色勞斯萊斯停滿長街。集團總經理、銀行行長、17家子公司的負責人冒雨趕來，上百名黑衣保鏢分列兩側。一個穿着舊夾克的中年男人從車上走下，那張臉江辰再熟悉不過，正是每天騎破車買打折菜，連襪子破了都捨不得換的父親江建國。江辰看着父親，又看了看勞斯萊斯，腦子裡第一次出現了比配送路線更複雜的計算。這個每天為了2毛錢菜價和攤主鬥智鬥勇的男人，竟然坐着1000多萬的車來接他。難怪父親每次砍價都那麼鎮定，原來不是生活經驗豐富，而是身後有500億資產給他撐腰。可此刻，全城最有權勢的一群人都站在雨裡，恭敬地為他讓路。大堂中央的巨幅創始人照片緩緩亮起，雲海資本創始人江建國，集團總資產500億，產業覆蓋地產、物流、醫療、科技和酒店。財經媒體尋找了10幾年，卻沒人知道這位神秘首富一直住在棚戶區。江建國走到江辰面前，第一次在兒子面前彎下了腰，25年的真相隨之揭開。所謂的貧窮，全是一場漫長的考驗。漏雨的老屋屬於集團待開發地塊，父親搬磚的工地屬於自家地產公司，擺攤的夜市屬於自家商業街，就連那些昂貴的藥，也不過是私人醫生準備的維生素。江建國一直相信，苦難能讓兒子成才。為了把戲演真，江建國25年沒敢在兒子面前戴名表，參加董事會也要先在酒店換衣服。有幾次會議開到深夜，他在坐勞斯萊斯回到巷口，換上一輛掉漆的2手電動車，頂着寒風騎完最後500米。集團高管最緊張的從來不是100億項目，而是董事長回家前有沒有記得把皮鞋換成開膠布鞋。私人秘書負責的也不只是商業行程，還包括往舊夾克上縫補丁，在自行車筐裡放2把打折青菜。這場窮人角色扮演持續了25年，服裝、道具、背景一應俱全，唯一沒有拿獎，是因為全世界只有江辰一個觀眾。直到他親眼看見江辰為了6塊5，拖着流血的腿爬上22樓，他才明白，窮養早已變成了折磨。金融中心頂層，上百名高管已經等候多時。江辰濕着衣服走進會議室，腳下不斷滴水。曾經連大堂都不許他進入的保安，此刻站在門外，連呼吸都不敢太重。長桌上擺着股權文件，
房產證、私人飛機所有權和一張黑色銀行卡。雲海資本 30% 的股份，7家全資子公司，12處商業地產，2座5星級酒店，16輛頂級豪車，以及300億現金。這些資產在江晨簽下名字的一刻，全部歸他所有。半小時前，他還在計算今天少跑幾單會不會斷掉父親的藥。半小時後，他的一次簽字已經能決定上萬人的命運。最先崩潰的反而是江晨的消費觀。私人銀行負責人介紹300億賬戶時，他下意識計算這筆錢能買多少和父親的藥。算到一半，他才想起那些藥只是維生素。他又看向桌上的礦泉水，發現標籤上的品牌自己從未見過，便本能的沒有打開，準備帶回家繼續喝。幾名身價過億的高管看着新董事長把半瓶水擰緊裝進口袋，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刻進骨子裡的節約。趙凱得知消息時，臉色慘白，他這才知道自己剛剛羞辱的人竟是整棟金融中心的新主人，而他的公司資金鏈即將斷裂，唯一能救命的項目正掌握在江晨手中。趙凱帶着公司高層趕到頂樓，卻被保鏢攔在會議室外。過去，江晨為了見他，需要在走廊等幾個小時，現在他站了一整夜，也沒能得到進入會議室的資格。趙凱從最初的鎮定，等到領帶歪斜，又從領帶歪斜等到雙腿發麻。以前江晨等他時，只能坐走廊塑料凳，如今他想坐一下，卻發現整層樓的椅子都屬於江晨。第二天，江晨穿上乾淨西裝，坐在董事長位置上。趙凱終於被允許進入，他準備了半年的合作書被放上大屏幕，其中近一半內容正是4年前從江晨手中搶走的方案。緊接着，侵占業績、偽造合同、挪用資金的證據逐條出現。江晨沒有發怒，只在項目書上劃掉了趙凱公司的名字。這一筆落下，價值10億的合作徹底終止。趙凱準備了半年的慶功橫幅還掛在公司大廳，香檳也已經擺好。消息傳回去時，員工正準備鼓掌，最後只能眼看着銀行催款人員比慶功嘉賓先到。那瓶香檳終究還是開了，只不過不是為了慶祝簽約，而是財務在慌亂中撞翻了桌子。趙凱的公司當天資金鏈斷裂，第二天接受全面調查。曾經高高在上的副總被當眾帶走，他引以為傲的豪車也因債務被拖走。真正的碾壓不需要怒吼，只需要輕輕拿走對方賴以生存的一切。處理趙凱之後，江晨做的第二件事是收購自己送餐4年的外賣平台。平台高层原以為新老板會追究私人恩怨，卻看見江晨把自己4年來的300多條投訴記錄全部投上屏幕。每一條記錄背後都有一個被算法逼到絕路的棋手。江晨直接廢除惡意投訴自動處罰制度，暴雨暴雪自動延長配送時間，棋手受傷，平台先行墊付醫療費，超時不再由棋手一人擔責。連續工作超過12小時，系統強制停止派單。平台技術負責人原本準備了100多頁改革方案，江晨只看了10分鐘，便指出其中20多條根本無法落地。因為寫方案的人坐在恆溫辦公室裡，從沒見過暴雨中的積水，也不知道老小區6樓沒有電梯。負責人滿頭是汗，江晨卻順手畫出新的配送區域。他送過4萬多單，整座城市哪裡堵車，哪裡封門，哪裡有一條能省3分鐘的小巷，全在他的腦子裡。導航系統需要衛星定位，江晨只需要回憶一下自己在哪裡摔過跤。曾經扣光江晨收入的站長被查出長期吞掉骑手補貼，當場開除並追責。曾把外賣員攔在暴雨裡的保安公司也被整個集團永久清退。規則公布那天，全城數萬名騎手同時收到通知，他們這才明白，那個在暴雨中被踩碎手機的年輕人已經成為整個平台的主人。江晨沒有忘記自己從哪裡來，可集團裡的老股東並不服他，他們認定一個大專畢業送過4年外賣的年輕人只是運氣好。他們暗中架空江晨，偽造虧損數據，還準備趁他不懂金融，將集團資產轉進自己的空殼公司。江晨表面沉默，暗中卻用3個月走遍17家公司。他白天查倉庫、跑工地，晚上學習財務和法律，每天只睡4小時。送外賣練出的耐力，讓那些養尊處優的老狐狸都感到可怕。董事會那天，幾名老股東剛提出罷免江晨，會議室屏幕便突然亮起。虛假合同、海外賬戶、關聯公司、秘密轉賬，所有證據組成一張完整的資金網，30億被侵占資產當場凍結。
3名老股東剛走出會議室，就被調查人員帶走。其中一人臨走前仍不敢相信，自己竟然輸給了一個外賣員。可他忽略了一件事，外賣員每天面對的是暴雨、堵車、門禁、催單和差評。能在這些東西的圍攻下堅持4年，區區幾個老狐狸，最多算配送途中多繞了一個路口。整個集團再也沒人敢輕視江辰的學歷。他們終於明白，貧窮沒有毀掉這個年輕人，貧窮把他磨成了一把刀。1年後，雲海資本市值突破1000億，江辰成為全城最年輕的商業掌舵人。他沒有搬進山頂豪宅，而是首先啟動棚戶區改造。那片讓他挨了25年凍，淋了25年雨的破舊街區被推平重建，坑洼道路變成林蔭大道，廢棄廠房變成學校和醫院。所有原住居民都拿到了新房，曾經嘲笑江家窮酸的鄰居只能隔着人群仰望他。新城區落成那天，江辰把那輛舊電動車放進集團展廳，車身布滿劃痕，後視鏡缺了一塊，黃色保溫箱早已褪色，旁邊只有一張照片，記錄着他在雪夜送完最後一單時，手裡緊握120塊錢的模樣。集團原本想用防彈玻璃保護這輛車，江辰卻覺得沒有必要。這輛電動車經歷過4年暴雨、3次車禍和無數坑洼路面，論抗打能力，可能比展廳本身還強。後來，它成了集團最受歡迎的展品，無數年輕員工來此合影，不是因為它昂貴，而是因為所有人都知道，坐在董事長辦公室裡的江辰，正是騎着它穿過了人生最黑暗的4年。江建國最終交出全部權力，江辰原諒了父親，卻沒有認同那場持續25年的考驗。他成立教育基金，立下的第1條原則就是絕不把苦難包裝成禮物。2年後，江辰再次穿上外賣服，騎着修好的舊電動車穿過城市，身後是價值上億的黑色車隊。曾經不許他進入的金融中心，如今整棟大樓都屬於他。曾經搶走他業績的人，已經跌進塵埃。曾經能用一個投訴扣光他收入的平台，也因他改變了規則。夜色中，集團大屏緩緩亮起，雲海資本市值1500億，無數鏡頭對準江辰，沒人再敢嘲笑他的學歷，也沒人再敢輕視他送外賣的過去。25歲以前，所有人都以為他輸在了起點。25歲以後，整座城市才看清真相，他並不是靠300億才成為強者，他早已在那些漏雨的夜晚、挨餓的清晨和一次次摔倒後，練成了誰也壓不垮的脊梁。當這個親手爬出深淵的男人終於接過本就屬於他的商業帝國時，曾經高高在上的所有人都只能站在山腳下，看着他一步一步登上頂峰。